给老妈一个人扔还难，偷偷跑回四川，敲门也要给她收拾这个3室1厅没处下脚的房子。屋里面都收拾完了，几乎每个房间都扔出去了90%，就剩了阳台没收拾了。今天的任务是把阳台清出来，再用昨天客厅拆的柜子，看看能不能改成一个田园风。这个阳台可能从阿姨买完房子以后几乎就没打扫过，好多东西都是上一个房主留下来的。再加上它是一个半封闭的，所以阳台上的灰特别大。这个箱子是前2天我扔着的，放了好多包，都是不要的。这2个缸是阿姨放着的，应该是以前腌菜用的。现在这个缸里放的全都是锅碗瓢盆，厨房留下来的这么多，这还有这些，是不是都好奇一个老太太的家里怎么能有这么多的碗？听小姐妹讲，家里好多碗都是她奶奶过90大寿的时候亲戚送的。她说这些碗下面要是都有字的话，就给阿姨留的。我给她搬到厨房去，到时候还得给刷出来。看阿姨吃完保健品的评分，哪都是。这个阳台上也发现了好几包了。我们上学的时候桌子没有抽屉，就是一个洞，每个地方还是不太一样。这一箱是阿姨放在这里的，里面放了7、8个装满东西的塑料口袋。挨个打开看看还有没有能要的东西。阿姨是一个50后，节俭了一辈子，啥都不舍得丢。这一口袋全是碎骨头，一看就是好多年以前的布料了，还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呢。几乎在每个角落都会发现阿姨掸的塑料口袋，她是一个都不舍得丢，全都留着了。没装上垃圾，自己先变成垃圾扔出去了。就这一包薄膜，明显就是已经用过的了，一摸都是黏糊糊的，一点也不像有用的样。也不知道阿姨要留着干嘛用的。就在这个阳台上，不光有塑料口袋破铜烂铁，还有阿姨掸的一箱洗衣粉肥皂呢。就这一堆放在阳台上，阿姨肯定是忘了。屋里面都已经发现了10几包洗衣粉了。小姐妹说太多了，把这些装一装，看看送给谁吧。送给谁，在这我谁也不认识，只能给卖废品那个大姐。阳台上边本来就有个大雨搭，栏杆上又糊了一层东西，就感觉这个阳台可黑了。小姐妹让我全都拆下来扔了。一拆下来就感觉这个阳台亮堂了不少，这还挂了一个柚子皮，不知道阿姨留着想干嘛用的。阿姨家住的是3楼，我发现在四川这边的老房子前后好像都种了树，而且是那种又大又高的。你看阿姨家3楼这个窗户外边就全都是树，有的都能到5、6楼，而且都紧挨着窗户，感觉特别挡光。这头还放了一个石板，还有一些砖头。阿姨是一个特别节俭的人，啥都留着。就比如说在路上捡个螺丝钉，他可能都会拿回来包起来当个宝贝一样留着。家里2年多没住人了，阳台上这些花只剩了2盆，这一盆还剩了一半，那也是因为那一半靠到栏杆外边了，下雨能见到雨水吧，要不然那一半也没了。这一盆生命力应该是挺顽强的，但全都是枯叶了，上边还挺好的，给他们修剪了一下，看着不那么乱糟糟的了。阿姨这个房子到现在为止得有40多年了，这个墙皮好多都已经掉了。我一开始的打算是把这个墙皮全铲掉，然后铲到水泥墙，到时候刷成一个白色的。这不昨天拆柜子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把那个板钉到这个地方嘛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好看。反正不管是刷墙还是钉板，都得先把这个墙皮铲一铲。这要是刷漆的话，铲成这样都不合格，必须要铲到露出水泥地来。钉板的话就没那么严格了，只要不掉墙皮就行。所以我就想着先钉板试试，如果不好的话再铲墙皮刷漆。我看昨天评论区好多人就说四川这边的雨多，要是把板钉到这个地方的话肯定会发霉。我来了这是2周了，差不多下了10天的雨，还有1天下的可大，算得上是大暴雨了。因为上面有个大雨搭嘛，这个阳台也没进来水，就是窗台上可能兴崩的有点雨滴吧。而且那个墙面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说是发霉啥的，所以我想的这个板钉在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它上面有个眼儿可以挡着，还有就是阳台没密封，四处透风。我感觉就算是长时间下雨有点潮的话，天一好它也能改。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我也没在四川生活过，也不知道雨季得多长时间，但是我看它那个墙体没发霉，安上这个板的话肯定也没有问题。而且它的墙体上有好几个窟窿，这样安上板的话也能挡一挡，省得进灰了。反正先安上再说吧，等过个1年半载的，如果发霉的话再给它拆掉呗。我量的时候基本上都把尺寸量的稍微大了一丢丢，这样这个板安上以后它就是不动的状态。每一块的尺寸不一样，基本上是量一块锯一块。画线的时候我用的是圆珠笔，画了几次以后就不出油了。后
后来是脑洞大开，想起来用胶带粘上不是也行吗？你们看到了，我锯一下就安上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得锯好几次才能安合适。它那个墙不一般平，有地方高，有地方矮。这面墙上我是放了2块背板，就按这个板我就忙活了3个多小时。安完以后看它效果还不错，所以我就决定不拆它了。这些花盆大部分都是上个房主留下来的，挑了一些不好的给它扔出去了，给阿姨留了一部分。那不是有2口大缸吗？没地方放，我把这个地方给它擦干净，准备还给它落到这里。这些红砖和石板我也懒得往下拿，就直接给它放到底下吧。我本来想把那个大花盆放中间，结果太胖了放不进去，就找了个细一点的放进去了。这个缸也空出去了，放几个空花盆进去吧，省得都摆在外边看着乱七八糟的。这个台面都好多年没清理过了，落的全是浮灰。先喷点油污净给它擦出来，把剩的2个花盆给它摆上来，在下边都搬我好几次了。屋里面还剩了一块长板，我想着给它切割一块放在这上面，看着是不是能整齐一点。这样上面还可以放点东西啥的，还可以当个小桌子用。就是下面看着有点乱，我又找了2块板给它挡在前边了，这样看着整齐多了，比漏了几个缸好看。这个门口阿姨原来放了2块小板，而且不到头上，我正好发现有块长板，我就给它锯一个完整的放上去吧。它应该是为了挡底下这个门缝不往里进东西的。这回好了，柜子拆的板全都利用上了，一点没浪费，也省得我往下抱了，把这些层幔都给它周下来，看着门挺。这边窗台也剩了2个空花盆，给它擦一擦，就放在这个角落吧。家里有这么个阳台多好，可以晾个衣服啥的。这要是我家的话，我肯定把这个阳台给它封起来了。但是我发现四川这边好像很少有封的，基本上都是这样露着的。这一块要是封到屋里面，得老宽敞了。它这个台面应该也是外摊的，就这些台面擦干净了，摆个花啥的多漂亮。这个阳台挺大的，差不多得有4、5平方吧，把能擦的地方都给它擦一遍。把这个窗户也擦出来。前两天收拾屋里的时候，这个窗户没擦。这个纱窗我也不往下拿了，我就怕拿起来安不上去了。厨房那个到现在还没安上呢。其实不拿下来也能擦得挺干净。喷油污净的时候，底下拉上一层玻璃，这样它的油污净就不会跑得满哪都是了。用钢丝球或者是刷子先给它刷一遍，然后把玻璃拉走，再用毛巾单独把纱窗擦出来就可以了。平时玻璃不是特别脏的话，就不用喷油污净，喷洗洁精就行。每次擦完玻璃，最后都是用茉莉抹布收一些纹，它没有水印。其实要是有刮勺的话，用刮条刮也行。我这次带的工具不是那么全。来看看这个小阳台，小板一定是不是好看多了？就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板会不会发霉，如果不发霉的话就太完美了。我感觉问题不大。我买的外墙漆，准备把这个眼儿还有对面那面墙给它刷一下，这样看起来就更干净了。这个墙原来是个绿色的，我看刷了一半，另一半没刷，所以前2天就把这个外墙漆给买回来了。昨天我刷墙的时候，就有小姐妹问我用的是什么漆，你就是在网上搜水性漆就行，它没有味道，真的是一点点味道都没有。不管是什么牌子的，墙内漆还是外墙漆，只要是搜水性的，它就没有味儿。一开始光想着给它打起来，没考虑刷墙的问题了，又费了一点事。我看漆还够，所以又给它刷了第2遍，刷2遍就是比刷1遍的好看。这个窗台已经和它有色差了，也给它刷一下吧。这个阳台我是干了1天半，剪到一个视频里了。就像刷墙、铲墙、钉木板都是慢工，但是你要分开剪视频吧，还没啥看头，所以我狠心给它剪到一起了，长点就长点吧，也不管它完播率不完播率了，你们看着好看就行。我本来想买直的连接器给它这个板连接在一起，但是买了好几个地方没买着，
所以我就买了这个90度的给它扎平了。我感觉这样把每一块板都连接在一起，它就会更结实一点。可能有2块板比较松，就怕时间长了又会掉下来。今天又是使蛮力的一天，螺丝扭完以后手又扭红了。保险起见，我又把上下都打了玻璃胶，这样就算拿脚踢的它也不会倒。家里要是有水盆或者是马桶那个胶发黄发黑的，你也别费劲去擦了，就直接给它铲掉，重新打一圈胶得了。买个胶枪买管胶20块钱够了。看着小阳台收拾出来有没有点田园风的感觉？反正我是挺喜欢的，而且还特别有成就感。如果这个板不发霉就太好了。从卧室的窗户往外一看，太舒服了。小姐妹说这么多年了，终于看出这个阳台是什么样子了。再来看看它的前后对比吧。每天给这个房子收些尾就彻底收拾完了，紧接着就去阿姨另一套房子收拾了。